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我们的手相上不同的纹路都是有着不同的意义，每个人的命运也都是不一样的。每个人的手上都暗藏着玄机，断掌掌纹应该是特殊掌纹中又比较常见的，但断掌也分真断掌和假断掌。这两种手相哪一种会比较好呢？一起来看看吧。断掌一，感情线和连结，这类是标准的断掌，个性比较强硬，坚持自己的意见。所谓男断掌打照人，女断掌克死夫是不对的。断掌的人只是个性比较强硬，而且这种人的优点是会全力以赴。二，柱断纹，断掌的上面多出一条平行的线，这是好的象征。柱断纹代表智慧超群，非常聪明，这类人很可能会白手起家，闯出一番事业。三，断掌中有枝纹，这类人更固执，个性更急，但很刻苦，会持家。基本上这类型的人还是有断掌的特性。四，假断，智慧和感情线中间有细细的线连接起来，这叫假断掌，非断掌也。假断掌一，智慧线型假断掌，有断掌纹并出现智慧线者，胆大心细，有敏锐的直觉，有灵性，对美术敏感，富有艺术气质，富于创造性，是政治家、艺术家、实业家、企业家的真相。二，感情线型假断掌，有断掌纹并出现平行向上感情线者，个性强，主意多，好恶强烈，极情绪化，有非凡的艺术才能，美术家多有此手相。三，感智分叉假断掌，有断掌纹同时又有智慧线和感情线，且末端分叉者，不但智商高，分析力强，而且双手灵活，多才多艺，对什么都感兴趣，适应力极强，善于处事。四，两条生感假断掌，断掌且有两条感情线者，生命力极旺盛，有自我康复能力，极聪明，对事业很专注，对爱情比较冷漠，尤以耳朵过小者更有此意义。真断掌和假断掌哪个好？假断掌还是真断掌都是有好有坏。按照传统民间的说法，断掌女子命硬会克夫，而男子断掌则是男的一件的好手相。但这多为封建男尊女卑的观念，其实断掌无分男女，都有好和坏。关于真假断掌，断掌是智慧线和感情线相交，从手掌的一端至另一端成一直线横越的相，成为真断掌。假断掌就是有条纹路横插了进来。所谓断掌掌纹，就是智慧线和感情线合二为一，贯穿手掌，重合在了一起。而假断掌就是两条线并没有真正的合并在一起，必须要仔细观察才能发现。下面就来具体了解一下假断掌女人的命运究竟如何吧。假断掌女人的事业运势，这类女人事业心特别强，愿意在职场中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，所以往往都能取得不错的成绩。她们办事效率特别高，即便遇到挫折和困难，也绝对不会低头向身边人求助。这类女性往往会从基层做起，然后一步步往上攀爬，最终会成为领导者。等到手头有了资金和人脉之后，他们会选择自主创业，可以不断将企业做大做强，甚至还可以直接打入国际市场。这一类女性对自己的要求特别严格，对身边的人同样也是如此，达到一种吹毛求疵的地步，所以可能并不是很讨喜。假断掌女人的财运运势，这类女人挺会赚钱的，往往不屑于小钱，而是会通过大的项目赚得盆满钵满。正财方面，他们的工资水平和同龄人相比，可以说是遥遥领先的，再加上出色的项目表现，所以肯定能够拿到特别丰厚的提成和奖金，令人羡慕。偏财方面，他们的运气也挺好的，总是能够在不经意之间获得老天的眷顾，购买的投资理财产品很有可能会获取丰厚的收益，无意间购买的彩票也能够中到头奖，
这类女性不但赚得多，关键花的也很少，并不是她们勤俭节约，而是压根儿就没什么购物欲望，所以赚到手的钱大多数都能够积累下来。甲段长女人的感情运势，这类女人感情运势还是挺惨淡的。由于性格特别强势，事业心又特别重，所以很难拥有幸福美满的恋爱或是婚姻生活。单身的时候，身边几乎可以说是没什么追求者，而且他们本身性格比较高傲，即便遇到喜欢的男生，也不会刻意主动追求，所以很难成功脱单。等到了适婚年龄，可能会迫于父母和亲戚的压力选择结婚，但是婚后生活并不和谐，夫妻俩会经常吵架，两人的关系很糟糕，随时都有可能从言语纠纷上升到肢体冲突。到了年老的时候，这类女性还是挺孤独的，身边也没什么子女陪伴。甲段长的女人的健康运势，这类女人在身体健康方面，年轻的时候还是挺不错的，抵抗力和免疫力都很好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再加上她们特别要强的个性，所以基本上到了40岁的时候，身体状况就会变得特别糟糕，精神上压力会特别大，可能会被心理疾病缠身，身体上大病和小病都有不少。好在他们手头很有钱，可以接受比较专业的治疗，否则肯定很难撑下去。这类女性还是挺长寿的，只不过身体上需要遭受各类病痛的折磨，活得并不是很轻松。一般相手大多通过观察手掌的掌形和掌纹来了解其人的人生运势，但是对于一个精通手相的人来说，手指的长短、手指上的纹路都必须仔细观察，不可轻易放过。下面请跟随我们一起来看看手指指节纹都有哪些吉凶寓意。4种指节纹线看你一生衣食足缺。1. 理财纹，在手掌感情线上方有一条平行的纹，叫做理财纹。有这种理财纹的人，通常是替老板、上司理财，经常会是大公司里面的会计或者出纳，当然自己也会理财，因此不会缺钱用。1. 理财纹2条，同时婚姻线也出现2条，则理财能力虽佳，但人缘佳，桃花多，要妥善处理感情，避免发生三角关系。2. 理财纹1条，其中一端却露出指缝，可就不妙了，成天做着发财梦，想中大乐透或天上掉下钱给你，即便偶有幸运得到，往往因不善营谋，迅速会失去，不能脚踏实地，筑梦踏实。无名指特长接近中指高度者尤为应验。3. 理财纹1条，手上有理财纹1条，长短适中者理财能力佳，能将理财知识融会贯通，再加以改良，变成自己的专属赚钱方式，财运称旺。财的来源可能是偏财或结婚得财，得来之后你有能力将其翻倍。4. 理财纹3条，身秀明朗的你，个性上足智多谋，能够举一反三，应用在理财上收获满满，正财偏财都旺，不但有意外之财，还常常得到贵人助力，有本事在理财领域大展长才。只是若同时出现金星带，要小心因好色失财。2. 凤眼纹，在拇指第1节指节上面的指纹呈一个圈形的纹路，叫做凤眼纹。通常有凤眼的人会得到一个好老公或好老婆，因此可以一生衣食无忧。拇指第1节的地方出现外貌如眼睛的夫子眼，凤眼纹是吉祥的标记，有这种印记的女性就会嫁到各个方面都优的男性，且有机会嫁入豪门中。如果是双手都有此类标记的话，那就会更加有利。食指有3豹纹也是吉祥。3. 3豹纹，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，叫做指节纹，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，叫做3豹纹。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，往往都是由桃花来的。例如男人可能娶到很有钱的老婆，或者女孩子会拿钱给他，亦或者是做女性用品生意的。4.
钱财纹，在无名指和小指有细细的斜线，叫做钱财纹，一般人都有，例如工作奖金、意外小奖、分红等等都属于这类。拥有这种手相的人非常擅长运用资金获利，而且愈动愈旺，财运方面的运势非常强劲。因为水星丘掌管的是金钱，而太阳丘掌管的是人缘、名声以及一切跟幸运有关的运势，所以财运线出现在水星丘和太阳丘之间的人，通常能够靠股票或不动产等生意赚大钱。此外，钱财纹还有这些特征：一、钱财纹身长，再有财库者，此人存大财；二、钱财纹一条一条者，为有财之象，意外之财；三、钱财纹上出现倒纹、链锁状者，为破财、口舌；四、钱财纹上有十字者或有竖线者，均为调动工作花钱之象，花钱必能调动成功；五、钱财纹断断续续者，此人大财没有，小财不断，存不住财。哪些手相看你一生衣食无忧？一、财运线明显的手相，在无名指跟对着的一条线是财运线，这条又称为成功线。无论男女，如果在手上能有这条线，这是意味着此人做什么事情都会很顺利，也会很有钱。成功线是表示成功或人缘方面的关系，这条线是由各个不同的位置升起的，但其线的尖端都会伸向太阳丘，即无名指根部。这条线也可以叫做运势线。通过这条线可以看出一个人成功运势的好坏。一、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上的财运线有几条，而且纹路非常深且清晰，这样的人大多可能会财运亨通，事业顺利，身边也会有很多个贵人相助。二、如果财运线纹路生得深并且清晰，这样的人大多很精明，有比较理想的财运，事业也会发展得很顺利，这样的人非常善于投资做生意。三、如果一个人的财运线生了断续，可能说明此人财运会较差，做事多不顺心，生活上也多困难，这样的人会比较性子急，没有忍耐性，应尽量学会控制自己，避免有更大的损失。四、如果一个人的财运纹路生得像波浪形状，这样的人大多财运会不稳定，而且多有烦心事，需要不断的努力才可以有一定的成就，但是要注意钱财可能会被他人所占的情况发生。五、如果财运纹生得像一个连环着一个环如项链一样的形状，这样的人大多会有偏财或不义之财，但是也可能会因为钱财而给其带来麻烦，要防止因财而生灾。六、在手相学上，如果财运线生得很长，而且超过了手指缝隙，这样不利于聚财，即使有了财富也可能会失去，可以说是左手进右手出，应该学会理财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手相中的两种神秘纹路，元宝纹和棺材纹，它们究竟有何玄机，对我们的命运有着怎样的影响？别傻傻分不清楚，让我带你一探究竟。一、形态：元宝纹的繁荣，棺材纹的潜藏。在手相学中，元宝纹是由3条主线构成的，其中主要的一条副线形成元宝的独特弧形。整体来看，元宝纹的出现几率较大，形态相对辨识度较高，而棺材纹则完全不同，它隐藏在远离主线的侧面，由其他纹路构成，出现的概率相对较小。元宝纹犹如生命的繁荣，而棺材纹则暗藏神秘，需要仔细寻找。二、吉凶：元宝纹的繁荣，棺材纹的预警。元宝纹的出现预示着事业发展一片大好，个人健康状况较佳，感情运势也呈现蓬勃的桃花运。然而，一旦手相中显现棺材纹，就意味着戏剧性的变化即将来临。棺材纹的出现对事业发展不利，可能会对命运产生负面影响，甚至引发前所未有的逆境，是一种不祥的预兆。三、对命运的影响程度：元宝纹的牵引，棺材纹的独行。元宝纹因与3大主线相关，对命运格局的变化相对较大。拥有元宝纹的人，命格基本定格在繁荣的元宝之中。
相对而言，官财纹的出现远离主线和副线，影响相对较弱。然而，若手相中没有其他有力的纹路相助，官财纹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命理运势，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命运因素。如果你手上有这两种纹路，不过我们也都知道，手相中除了以上所说的两种纹路外，其实还是有着很多的发财纹路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一、成功线的末端有纹，在成功线的末端有一个纹，这并不常见，因为首先你必须要一条成功线，一条长而清晰的成功线，它代表着轻松的地位和名声，在你的行业中非常出色。如果末端还有另一个星纹，它的成功可以维持很长时间而不会失位，而且很容易有意外之财。二、手掌中出现直觉线，假如手掌中出现直觉线，表示其人天生比常人灵敏，有很强的预感，通常会在一些投机生意中突然灵光一现，赚来大笔财富，例如购得大奖奖券，或是赌博时每猜必中，从而赢一大笔钱。不过，这类人一旦赚取横财之后，会因此而上瘾，不知适时收手，很有可能又将大笔财富输个精光。三、智慧线末端有向上的分叉，有这种手相的人具有理性思维，对于那些没有成功概率的事情，基本上绝不参与。其人对金钱计卷链又敏锐，懂得如何将钱发挥到最大效用，再配合着合理的推理和赌博的强运，常常不知不觉就能赚大钱。不过此类人通常很节俭，经常会被人认为很小气。四、智慧线无分支，发横财的人手掌智慧线无分支，他们有着聪明的头脑，在面对困难时可以想出最好的解决方案，并且能巧妙地把眼前的困难化解过去，这也使他们的生活一路畅通无阻。在他们迎接更好的未来时，也会有一笔从天而降的财富落到他们的面前，这笔横财是他们命中注定会发生的。五、手中拥有断掌线纹，也就是所谓的断掌手相。这一手相的特点在于手中感情线和智慧线合二为一，形成一条贯穿整个手掌的粗长线纹，从外形来看就好像是将整个手掌一分为二一般，故而被称之为断掌。拥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来说感情运势较为糟糕，但事业运和财运会非常出色。他们有着相当强硬的性格以及功利的工作和生活态度，无时无刻都在思考和自己的事业有关的事情，非常渴望在工作上证明自己的能力。这类人即使选择一些高风险的投资项目，也是有着很高的投资成功率，所以说容易获得横财。六、手中拥有不动产线，这是位于事业线和太阳线中间的一条短小横线，拥有这种线纹的人并不多，而且好的不动产线应该是同时和太阳线以及事业线相连接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即这条线纹才能够体现出命主在生活中有着出色的偏财运。这类人能够从父母、长辈那里获得财富，或者是不动产，也就是房屋、房产，从而不用为了未来的生活而拼搏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这种线纹意味着其人出身富贵，天生就有横财。七、手中智慧线上存在分叉，拥有这种特殊的智慧线，意味着其人的性格非常理性，有着极为理智的思维，从来不会在工作中做出一些成功率较低的选择。而在理财方面，其人有着非常敏锐的嗅觉，他们总是能够发现最好的赚钱机会，并且这类人在理财过程中不会犯下错误，从而使得自己总是能够获得收入，而不会损失金钱，往往一次投资就能够赚得巨额财富，所以说是天生能够获得横财的手相特征。八、手上有赌运纹，赌运纹是位于无名指上的第一节指腹上的直纹，有可能是一条，也有可能是几条。如果手上有纹，意味着横财运旺盛，运气非常好。有这种手相特点的人，只要是参与带有赌的事情，一般都是赢多赔少，好运常伴。不过凡事过犹不及，也要学会适可而止，不可太过沉迷其中，否则得不偿失。九、手颈线清晰有星纹，看一个人的横财运好不好，还可以观察其手颈线，也就是手腕上的纹路。一般人的手腕线有3条，如果一个人的手腕线上出现了一条星纹，并且第一、2条纹路清晰明朗，那么表示这样的人横财运很好，必获奇财或是意外之钱，甚至可以一夜暴富，这是常见的横财纹手相之一。10、理财纹多又长，理财纹主要位于我们小指和无名指之间下方的位置，通常是斜纹。此部位的纹路与一个人的财富相关，也关系着一个人的横财运。从这个纹路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横财运情况。依据手相学的说法，若是一个人的财富线很多且深长，这样手相的人横财运也会很好，没什么大困难。11、头脑纹，头脑纹的支线其末尖端
指向小指下或达到根部，即水星丘，表示会受水星丘图中蓝色部分掌管天赋之影响，不管在实业或其他方面都能赚大钱，即使受薪阶级也能在薪水以外有收入，可说头脑灵活，很会把握机会赚钱的人。12. 五指长短有序，中指稍长。从手相学来看，五指代表一个人的父母、成就、配偶和子女。五指修长，长短有序，间隙合一的人，各方面各有所得，福泽绵长。有此手相的人，天资聪颖，少时能得家人庇佑，衣食丰足，青年夫妻恩爱，子女缘深厚，一生运势平稳。其中中指稍长的人，说明此人善于计算，做事情缜密有条理，能挣钱理财，往往追求财富和权力，对自己的要求严格，也很容易大富大贵。13. 食指有三约纹，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，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叫做三约纹。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财，财富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的。如果是女性的话，有很大的机会嫁入富贵人家，受夫家福荫，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，衣食丰足。男性的话也能娶得有钱娇妻，总而言之是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。14. 太阳丘丰满高隆，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、才能与声名等。如果手掌中太阳丘丰满高隆，颜色明润，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经商、理财能力，在青年时期就能获得自己的事业成功。另外，有这种手相的人，大多性情温厚、正派乐观，个性明朗，有较高的素养，通常有很好的人缘，晚年能赢得比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，衣食丰足，家庭幸福美满，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。15. 木星丘饱满，木星丘位于食指下方，代表人的意志、欲望、地位和权力等，主要反映一个人的信心与权力欲望和物质欲望，同时还反映一个人的进取精神与好胜心的强弱。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，大多热衷名利，自负骄傲，充满雄心斗志，对权力和财富有强烈的欲望，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，在财富地位上取得出色的成就，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。若为女性，也会是女强人的性格。16. 手掌肉厚柔软有弹性，以掌面为中心，通过上面的纹路走向分支符号和掌面上下左中右的部位，能看出一个人的天赋性格、后天成就、父母子女、婚姻情况以及个人的命运趋势。手掌红润表示此人血气足，元气充盈，身体康健。肉主阴主腹，手掌厚而不弹性，不光滑柔软，代表此人性情宽厚慈善，福泽深厚，福禄天成。有此手相的人是天生的富贵命，一生财运顺利，免于奔波操劳，晚年安逸。发横财是每个人心中所想的事情，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发横财的命。如果你拥有上面所说的10种发横财的手相，那么你就离发财不远了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